下大雪了，想給我奶燉只大鵝，但是活的我抓不着，死的我買不着。也就是說，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雪之中，我和大鵝都沒有準備好雙向奔赴。我說奶呀，不行，你考慮考慮錯峰吃鵝吧。但我奶說了，下大雪的儀式感必須得有。咱奶的儀式感非常簡單的，就大肘子和大包子。所以我今天包了個肘子馅的大包子。下雪我弟也很興奮，我倆去買菜的時候，他們在雪地裡跑得比大鵝還歡實，我都怕他讓人抓走了。我給烤了一鍋半老包，他說我今天必須給你吃出個新吃法来。我天哪，菠蘿包裡揩上肘子肉，再來一口大蒜瓣，那叫一個前账看了會流淚，不懵不是廣東人呢。我奶今天還點了排油條、肉段燒茄子，還有這個撒燒烤料炒的肥牛。我說奶呀，這下雪你不能出去溜達去，你不消化呀。我奶說我今天教你一個道理，叫下雪天吃冰糕。我圖的就是這個勁兒。這雪天做完飯也不想收拾了，往常還得擦油烟機和灶台啥的，多累呀。咱就直接微信小程序找京東服務家，人有专業的工程師上門，去油除垢、消毒杀菌，还能延长使用壽命。现在點鏈接，雙薪上京東服務家，每晚8點還能搶券，11塊錢就能洗一台油煙機，手速慢，活動價才139。咱說早知道這麼合適，我原來都多餘自己收拾。來吧，提上箱的青絲兒、波包、肘包、酒蛋、煎饺、排羊、烤牛、蝦豆、段茄、藕盒、蚝生。上我奶奶，我俩也沒啥心思吃啊。我說奶，你慢慢吃吧，下雪路也滑，我俩先回去了。我吃我最近特別想吃麻辣火鍋，然後平時我還愛看炒火鍋底料的視頻，那大鍋下料感覺特別爽，所以我買了400斤調料和800斤牛肥油。我打算用前2天買的那個1.4米大鐵鍋在家做一次試試，看看是不是也這麼過癮。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準備工作需要做，這裡邊處理乾辣椒是最痛苦的，因為它實在太嗆了。我當時咳嗽的肺子都要出來了，就感覺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。真的，就處理辣椒的那天裡啊，我們家樓道的声控灯我們給磕成常亮的了。所以後來熬牛油的時候，我們就拿到院裡去熬去了。零下20多度的天，熬這玩意兒差點沒給手指头凍掉了。但是這時候我發現了一個特別可怕的事兒，就这準備工作多到根本就幹不完。就是每當我覺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時候，就會發現其實還有事兒是沒準備好的。等我們準備好所有東西的時候，已經是第4天早上了。就這麼折騰完之後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個道理啊，我發現有些錢呢，他就活該讓別人掙去。後來就到了我最願意看的化牛油的環節了，但這玩意兒不快進根本就看不了，因為它真的巨慢，所以化油的時候沒啥意思，我們就下楼打雪仗去了。但是打得太激烈了，再加上這幾天在外面凍的時間有點長，回家這頓打噴嚏啊，我估計肯定是嘚瑟感冒了。完了，我們趕緊喝了點999感冒灵，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，要不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。但是後來炸料油的時候，我發現水汽特別大，要是這麼炒料就很容易糊底，所以我們又把這大鍋給搬屋去了。我當時想的是，我寧可在屋裡炒嗆死，也不能讓這鍋料有一點糊的風險，因為我是不太接受沉沒成本不參與重大決策這個事兒的。要是現在跟我說讓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，重新做選擇的話，那還不如直接讓我死去呢。不過後來炒料的時候還是挺爽的，尤其是一樣一樣往裡下東西的時候，看着可太解壓了。但炒起来也非常累，這一鍋炒了4個半小時，就一直在不停的攪，都給我幹虛脫了。不過有機會能這麼炒一次火鍋底料，其實還挺有成就感的。雖然這活我們整整幹了5天，然後做好了就都打包給身邊朋友分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覺得我們自己做的這個底料比我在火鍋店吃的還香。尤其是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頓冒着熱氣的麻辣火鍋，這也太舒服了。但是這麼折騰完一次之後，這房子也算徹底醃出味了。我估計這味兒要想完全散盡啊，最少也得3年。我最近愛上了用鐵鍋炒菜，但是查了一下手打不粘鍋的價格，便宜的不敢買，貴的還不捨得，所以在綜合考慮了一番之後，我買了2塊鐵板，決定自己在家砸一個。然後研究了好多紀錄片，看起來不太難，但是幹上之後發現全是知識盲區，光點火就研究了小半天，好在晚上連線了一個鐵匠，老師操着一口非常標準的山普給我們梳理了一下目前工具、模具、手法的問題。就他講完之後，我們變得非常有信心，所以連夜又換個地方開始搭爐子。這一天忙活了20個小時，鍋一下沒砸上，光他媽搬就完了。
然後按紀錄片裡講，鐵板要燒到2000度左右才可以去雜質和定型，這就是所謂的趁熱打鐵。這溫度別說煉鐵了，煉我都夠了。但是我們沒買到砸鍋專用的鐵枕子，就只能用廢輪鍋簡單充當一下鍋型的模具。所以砸了1天之後，這鍋看着跟剛出土似的。然後又聯繫了一下老師，但老師說現有條件也就只能這樣了，剩下的只能靠冷鍛了。他說完之後，我徹底破防了，因為冷鍛還有一個更通俗的解釋，就是拿個小錘生砸。然後砸了1宿之後，簡單拋了個光，這回看着順眼多了。接下來就是著名的36000錘了。完，我們尋思先找個地方湊合空調，沒想到變成了大型社死現場。認識我們的跟看猴似的，苦苦照相；不認識還以為我們要砸店呢。然後在那乾坐着，實在太尷尬了，就隨手買了幾個冰激凌，結果發現意外的好吃。本來挺 emo 的，吃完馬上來電了，甚至覺得掄大錘都有勁兒了。然後回砸榆林文的時候，從天亮砸到天黑，砸完感覺胳膊都沒知覺了，但是就是手藝太差了，這紋路不太像榆林，都有點像狗啃的。然后連夜開了個鍋，又火速煎了個雞蛋。這個鍋在經歷了將近10萬次的捶打之後，終於不負眾望的變成了一個嘎嘎粘的大粘鍋。我吐了我。後來發現是開鍋的問題，就耐下心來又重新開了一遍，然後沒放油，打了個雞蛋試試。這回它終於變成了一個超級不粘的不粘鍋。忙活了3天3夜，一共沒睡上10個小時。這鍋現在比我命都金貴。然後做了一碗富含鐵離子的茄滷涼麵，還買了幾個好吃的冰激凌。這個夏天呢，有這3樣我可太滿足了。那麼至此呢，人生3大苦啊，我們已經有幸體驗到其中2樣了。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定位變成了江浙一帶，那大夥就消停在家等視頻吧。趁現在還能喘氣兒，我一定找機會體驗一下乘船的樂趣。我最近啊，發現哈爾濱也太能整活了，就現在你們看着的每一樣東西單拿出來，都足夠我們本地人震驚一輩子了。那既然爾濱你要這麼搞的話，就別怪我也不老實了。我打算從今天晚上開始，在家做出1500根糖葫蘆，拿到大街上去給游客們發去。時間呢，預計是1月7號下午，然後地點應該是一個路線。如果做的順利的話，我们應該是下午2點半到3點半在音樂廣場的大雪那兒，然後5點到6點在防建塔和招納街那兒，晚上7點到8點在索菲亞大教堂那兒。然後我到那天爭取搞一個小推車出去，這樣我們可以沿着這個路線全程推着小車給大家發糖葫蘆。所有來玩的小金豆們，你們一定記住了，只要你在7號那天在大街上看着我，就記得來找我領一根屬於你們自己的冰糖葫蘆。然後本地的朋友們想來玩的話，咱們還是以物換物，但是大家盡量帶一些南方遊客們能用得到的東西來換，這樣我們可以在後面的過程裡邊把大家的熱情都繼續傳遞下去。後面如果有什麼最新消息，我會及時發在這條視頻的評論區裡邊的，你們一定注意再看一下。我現在就得準備去備貨去了，我的媽，太燃了！我在這城市生活了幾十年，從來沒這麼燃過呀！咱們到時候見啊，朋友們。我最近突然愛上了費列羅，但是這一小盒在超市就賣70-80，吃個2-3盒就有點愛不動了。然後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構造和配料表，看着也不太難，所以我打算試試看能不能做滿這一罐，在家實現費列羅自由。不過通往自由的路上總是充滿了崎嶇，這第一步扒針呢就給我们難住了。我們試了很多辦法，用車壓、用磚頭砸都沒什麼效率，後來給我們逼的都快用牙刻了，折騰了10來個小時才把這30多斤針子都扒完。這個過程實在太讓人絕望了，夯幹了一宿啊！等天亮我一抬頭發現我弟那倆腮幫都不一邊大了。然後有了這些真的人，就可以把老演員請出來做真的巧克力醬了。我一直覺着費列羅有點太甜了，所以就想多抹點真的醬放裡，結果一磨就是7個小時，給石磨的磨盤都磨包漿了。接下來就要做非常變態的第3層，它需要4個步驟才能做出這1個小半球，但我們需要1000來個球。然後買不着大小合適的圓形模具，我們找了一圈把家裡水管嘎了。等幹完這一道流水線之後，我們真是有點心突突了。我當時心裡就一個想法，我現在罐能不能裝滿就隨緣吧。真的，我從未如此渴望我活着。後來尋思先吃點東西緩一緩吧，正好我最近挖到一款韓式自由火鍋，這一大箱才花了1塊錢，而且配料賊多，這波紋麵配上韓式湯底，味兒也特別正。現在拼多多有美食體驗專場，每人現搶一份8盒必品閣的自由火鍋，多種口味讓大家嘗購。試吃鏈接我放評論區置頂了，鏈接在這還能搶，你們也趕緊去看看吧。然後吃完飯之後，就把現在有的3層都組到一起了。最外面那層除了要用到榛子碎，還會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，恰好這2樣罪我都遭過。這一把幹苦的巧克力，還有這一碗點椰子油，已經是半年前的事了。果然互聯網是有記憶的呀。
完了，裹最外層的時候，我去偷点懒，就買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。但是脱模之後，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。后来到底还一个一個手動幹，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，這自制費列羅就算完成了。掰開一個看了看，這個流心狀態還是挺好的。然後對比了一下，在外觀來講，我們做的和原版還是有區別的。當然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，甚至我認為自己在家做的還會更香一點，成本也省了好多。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後是1.2塊一個，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。不過唯一的不同是，吃我們自己做這個巧克力需要有一個門檻，就是得會漱刺兒，因為吃的時候總能聽着嘎嘣一聲。後來發現吐出來了少許榛子殼。微霞5毛出。頭兩天給考研的孩子整了一頓，那天正好是考研前一天晚上，我尋這得吃點好的，也不光是為了加油，主要我怕他們考完了沒心吃了，給他們做了個醬料肉絲餅，還有個新加坡辣螃蟹。既然這盒沒扔，你們買就認準這包裝就行。這玩意兒我也不知道真假的，但是我覺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味兒是一樣的。完我尋思這晚上不得幹通宵啊，做了個草莓冰點提神。完他們說哥你別整的沒用的，那玩意兒提神這一塊，咱說心裡話，提神這玩意兒啥玩意兒有肘子提神呢？咱說。完有個南方同學說沒吃過殺豬菜，我尋思這不創槍口上了嗎？我給燉了滿滿一大鍋呀，這底下還藏倆鼓棒呢。然後他們說想吃個前帳菜，我燉了個牛腩腐豬煲。我天天說前帳，給我現帳整賊緊張。好家伙，連夜在家熬了一鍋皮凍，家裡火都沒關就給我送來了。我說咱哥倆關係慢慢處唄，你這整還挺玻璃心。最後給他們做了個蒜苔羊排和鹹蛋黃茄子，然後他們拿到寢室稍微有點涼，就上宿管阿姨那屋熱了一下。據說那香味在阿姨那屋久久不能散去，整的人2點多還沒睡着覺呢，起來泡上方便。然後有同學元旦不回家，我給他們帶了不少自嗨鍋，正好最近拼多多6周年活動，花1塊錢就能秒整箱9盒自嗨鍋。這毛血旺自熱火鍋賊入味，還有梅肉飯和山牛煲飯都嘎嘎香。你們直接點我評論區鏈接搶就完事兒了。但我囑咐他們千萬別拿這玩意兒上學校食堂吃去啊！江湖上盛傳一句話叫萬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吶。來吧，鏘鏘的牛竹、老肘、脹凍、豬菜、辣蟹、青餅、梅冰、台牌、黃茄、蒜骨。行了，這就跟我弟打包往學校去了。今天來的是中醫藥大學，我跟這幾個同學約定了一下，我說如果考研成功了，等開學一定給我整2天膏藥。但如果吃了我的飯，考研失敗了，我只能把我弟拿出來給你們練練針灸了。